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我说好的雅利安，全都好的雅利安，必须好的雅利安，后面来造几圈。对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这个节目名字的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节目比这个名字更直接的了。我对这个名字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不好笑，我们就会露宿街头。很残酷，很残酷，比我参加的那比赛感觉还要残酷。它给了人一种淡淡的威胁，淡淡的威胁。高处不胜寒呀！你好凄凉啊，这得多冷啊！不好笑就露宿天台，我的妈！在街头也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个事儿还看起来还有点浪漫。你看这边的姐姐都看着我。Hello， 张老师好。哇，你们好 ，Hello， 都这么美啊，天仙一样。你这节目组怎么找的帐篷呀？我1.88米，你让我住这小帐篷？我这咋睡？我这上半夜我睡腿，我下半夜我再掉个个儿，我睡上半身。这搭好躺进去，挺好挺好，屁股朝了。算一算，谁会露宿街头呢？这露宿街头真的得冻死的。不想露宿街头怎么办？首先，我们精挑细选的众多新人演员，走，现在咱们进去看看。各路幽默高手已就位，最强王者同台，笑点停不下来。吴鼎拥有个人专场《野蛮生长》、赛博苍蝇、鸡翅第5届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冠军张美楠，脱口秀业的创业达人包可爱，商演场次1800场，大齐老铁请开麦，全国冠军，自媒体平台头部博主，心梗赛冠军，前程序员，微博情感博主。个人专场 VOL1，前时尚品牌陈列师，喜剧心梗赛冠军，国内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线下演出2000多场，大汉三角猪心梗赛冠军。其次，需要一个极致还原的剧场舞台。通过每周末一场剧场演出，观众不满意，演员就集体露宿街头。鱼头人来送露宿装备了，坚守剧场原声氛围录制，只为给演员与观众带来最纯粹的现场感受。最后还有我们超有梗的捧场大嘉宾，小璐姐结婚了，对不对？大老师结婚了啊，对，那你们见对方家长吗？什么意思？都躲着说家长，你进人家里头都这么进去吗？我岳父。向佐因为之前上一个节目也讲脱口秀，因为孩子们看不懂嘛，他们只是觉得有个人站在那里，我就会说你们再看仔细一点，这个人是谁？哦，孩子们都没认出来是吗？你爱他吗？你知道有时候旁边的人问的那么直接，有一点尴尬了。你脱口秀不行啊！一起去露宿街头吧。你笑个屁呀！你还得去啊！我只是一个飞行嘉宾。接下来的飞行嘉宾，不管你是谁，来到这个节目，听我一句劝，跑，跑啊！欢迎各位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录制现场。你怎么那么多字儿啊2000字呢？你讲2000字，你别乱了，我怕。对，我意思就是这样，我就一直调顺序。我现在。对啊，你把稿定了得了。这个不上，这个我感觉弱，它会掉气势。
准备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啦！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主理人。大家好 ，Hello， 来，我戒指呢？我戒指呢？怎么就丢了？怎么就丢了？等等，不用这个，来，哎，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宇宙最可爱的脱口秀爆笑现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么今天呢，不仅是我来了，我们还找了几个垫背的，不是前辈，前辈也来了。有请我们的厂牌主理人小鹿周奇墨。嗨，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小鹿。耶！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周奇墨。哎，我们还有一位嘉宾，这位就是我们那个翟佳宁啊，翟佳宁，但是最近去那个北美演出了啊。但是大家知道翟佳宁这个嘴啊，非常的冒犯别人，对不对？今天他的嘴来到现场了，快看。那是已经感到冒犯了。这个什么翟佳宁的嘴啊，已经来到现场了。然后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的惊喜嘉宾，她来了，她是影视圈的实力派演员，爆剧热剧的大女主，让我们有请赵露思。There's memories down the road, all the features I don't wanna know. Ever the one I know, I can push it right back to you, 'cause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we've been through, all I have on the mind of broken words we never heard. Don't wanna know at all, no at all. I don't wanna make it all.
开心啊！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我们的捧场嘉宾赵露思，请这边来，这边有请。美美哒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各位唱的好听不好听啊？今天飒不飒？太飒了！赵露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露思。哎然后呢，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总冠名咸鱼，谢谢咸鱼能让我们在这里相见，谢谢。来，哎，来了！我把。这是元宵节特定吧？我脑袋跟元宵一样。它有点油腻，我觉得它有点油不隆咚的。您代言这个产品，来。哇，好清爽，好清爽那条，好清爽。大家一定要多下载咸鱼，好吗？对啦，所有东西闲在家里的都能卖出去。也要感谢我们神奇的咸鱼品牌代言人露思，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金主咸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的宝藏新人有了咸鱼跃龙门的机会。上咸鱼体验新功能，拍照就能鉴定宝贝含金量，拍得多赚得多，赶紧上咸鱼赚一笔吧！好嘞。哎，四位今天看见哈，我们几个人都穿的特别的有寓意，对不对？哎，小陆老师，您先说说，您这是为什么这么粉嘟嘟？哎，我今天穿的是彩色鹿，因为是咱们节目第1期嘛，穿出一个好彩头，给我们的演员们提气。太好了，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彩头。我这是藏青色，就是稳重，主打一个稳，希望大家演得稳稳的。太稳了，哇，好稳！今天看这个事儿，不看周老师，还以为是我们的张国立老师来了呢啊！太稳了！哎，那您今天这一身哦，我这个就是有一点小花嘛，就希望大家每年都有钱花。哎呀，这个是最重要了。那我得接着你这说了，今天我穿的是豹纹，对不对？极致糖浆。什么极致糖浆？就那个极致糖浆，那个跟在后面跑那个啊，豹子。我就是希望咱们的节目能爆啊，各位，对不对？爆一爆，而且呢，待会儿我们的节目只要是段子爆了之后，我们几个人都有这个小手枪，为他来加油打气，就是这样。好，人气爆棚，段子爆棚，哎，是的。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些好玩的这些道具呢。那我想问一下露思，平时会看脱口秀吗？我看的，我很爱看，因为我上次见大哥，我们其实好多年前了。大哥，哎呦，我上次啊是拉他那个司机师傅，这大哥。好嘞，行。哎，那个看脱口秀的时候，其实就是哪个点最能中你笑点的？其实我看脱口秀不是非常就是。关注点在于他好不好笑，而是我关注点在他能不能跟我产生共鸣。就有些时候脱口秀其实蛮感人的，但我自己看脱口秀的爱好就是，每次我看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口，然后说台词的重音，其实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去学习的东西。去学习。对。对。露丝少女一定要多笑，好不好？然后对，露丝少女一不笑变成布鲁斯了，好吗？然后呢，布鲁斯不能拜，然后呢，没事，过去了。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你要是不笑的话，就变成布鲁斯了。好笑，其实说好笑不好笑都不要太纠结，因为一直纠结就会变成周杰伦，好吗？是这样。好密集的梗啊，不知道应该笑哪一句。有时候反应不过来。没事儿，咱们待会儿聊着聊着你就适应了。怎么了？就是你觉得我说话不应该有任何反应，对吧？我怎么样？我一直张嘴要投币吗？什么？这句笑了。哦，他喜欢那种肢体笑话。那好了，这个好笑。好嘞，行。不是，前面是因为有点慢哈。我反应有点慢，因为就是我经常会就是白天的时候，比如吃午饭的时候，看完了之后，我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可能想起来了，我嘎乐，反正可能就是会，他会有一点点后遗，因为我真的会去很认真的想你们聊的这些事情。不值得那么认真想呀，真不值得。
我觉得你很会控制这个时间段。你中午吃，晚上笑嘛，不要晚上光看，早上起来一醒，哈哈哈，就是被笑醒了。不用闹钟，挺好的，想到直接起。对。来，二位老师他们都是天花板级的那个人物啊，有什么评判好笑的标准？我像同行看演员，可能就会跟观众有的时候不太一样。我喜欢的可能是这个演员比较有点独特性，讲的题材啊、角度啊，可能让我觉得在一般演员身上、别的演员身上看不到，就是他有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我喜欢演员他在台上讲的东西，可能是那种主流之外的。主流之外的，就是那帮非主流这么讲的，这是。这么跟你讲，说我这个笑话，你就说想象一下可乐不可乐，就这种人站台上，好笑，就是。好嘞，各位都说了你们的标准非常的棒，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这回我们的节目标准是观众朋友们说了算。大家手里都有你们的卡，来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哇，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则。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观众的好评。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好的，聊了这么多，该开始演出了。大家都知道，新的演员表演前必须由我们这些前辈演员们给先来个镇场的表演，对不对？有请到我们的开场嘉宾，就是我们最暖心的主理人小洛。小洛。谢谢，哎，谢谢大家啊！咱们呀，今天来到这里的，我是作为今天的开场演员，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人生的一些改变。我最近呢去学了滑雪，哎，如果有哪位朋友也很喜欢滑雪的话，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打消这个念头，好吧？我天哪，滑雪摔跤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就以我滑雪摔倒在那个雪地上的频次和时长来说的话，我怀疑我的卵子们都在瑟瑟发抖。说：“哎呦妈耶，我们不会是被冻卵了吧？”我觉得我滑雪滑到第2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这个人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滑雪高手了啊！因为我对那些高手完全没有羡慕，每次看到那些高手从我的头顶飞过，因为我躺在地上嘛，我是一点都不想成为他啊！我只会在心里想说，你早晚得摔。你不像我做脱口秀，我就很有上进心啊！哎，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哎，告诉大家一个滑雪的小技巧啊，就是如果你不想第1天就摔死的话呢，一定要请一个教练。但我发现这些教练他们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作为一个高手啊，这些教练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一个普通的笨蛋可以笨到什么程度。我因为太紧张了嘛，没有什么运动的天赋，我整个人就浑身非常的僵硬。然后那个教练啊，他就命令我说放松。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这辈子哪怕有那么1次，在别人让你放松的时候放松过。我是没有，我此生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在被别人说放松的时候没有。哎呦，那个教练他越在那呵斥我放松呢，我就越紧张，于是呢我就疯狂的摔跤。朋友们，人啊摔跤的时候是有那个求生的本能的，我就死死的抱住我的教练。所以那一整天，我跟那个教练在雪场一起翻滚的样子，真的像极了蒙丹和香妃。我跟他就这么翻滚了无数次之后，最后终于那个教练被我摔崩溃了。他跪在那个雪场上，对我说了一句特别没有逻辑的话。他跟我说：“你不要用你的脑子思考，你用潜意识控制你的动作。”我说：“啊，教练，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么大的坡人就不该下。”我为什么要去学习滑雪呢？这个呀，要从我的原生家庭开始说起。我呢，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我小时候呢，家里没有什么条件给我培养出任何的爱好，所以长大之后，每次别人问我什么爱好，我都很局促。我每次在那瞎编着啊，
看书、听音乐。所以啊，朋友们，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呢，我就想逼自己去爱上滑雪啊，这么一个高端时尚的爱好。而且为了让自己没有退路呢，我上来就买齐了所有的装备，好贵。但是我滑了3天之后，我就发现啊，我每天被按在地上摩擦，我被擦得屁滚尿流、鼻青脸肿、尾骨骨折，还不好意思对外说，还为了维持这个美满的假象，还经常自拍一张发到朋友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然啊，我还是学到了一个滑雪加速的小技巧，可以教给大家，就是当你憋着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潜意识会帮助你。这其中的科学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特别急的时候，他就会跟大脑说啊，老大，救命，救命，救命，好急啊，好急啊，好急啊。然后他大脑就会说，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这里有个深水炸弹要炸了，来，咱们齐心协力送他下去。哇塞，你的四肢异常的协调，那是我滑雪滑得最爽的一次，我歘歘歘的我就到了山底，哇，真的，我是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的快乐，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到了山下之后，我太开心了，我大笑，我尖叫，我拍照，我忘了去厕所。我又上山了。这趟呢，我的体内就发生了狼来了的故事。因为上一次我的大脑协调各单位把我送到山底之后，大脑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次又就是哎呀好急啊好急啊救命啊！大脑说滚。我的大脑彻底下线了，就只有我自己在苦苦的挣扎，在死撑。你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在不断的扩大，那个表皮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哎，我不知道在人生中有没有那种极致的体验，腿脚发麻，然后浑身就开始冒汗，胸闷气短，然后呢，我就开始疯狂的摔跤。我当时痛苦到一个哲学高度了。我每次摔倒之后，我都在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作为动物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我每次都选择做个人吧。我滑了1周的雪，现在滑雪没有成为我的爱好，成了我的恨好啊！就恨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开始恨那些我朋友圈里面那些晒滑雪的人啊，就是他们骗我去的呀。对吧？我现在甚至开始恶毒地揣测他们。我觉得晒滑雪它就是一种隐秘的炫耀。你说你自己爱好滑雪，意味着他既有钱又有闲，对不对？啊！而且他们往往都是这样自拍一张在雪山上的照片，配着自己精良的设备啊，然后再配文什么啊，雪瘾犯了，长白山闭关1个月，滑到爽。他不会这样去炫耀自己一个普通的爱好，他不可能啊跟自己的百度网盘合影一张，说啊网瘾犯了，岳麓山闭关1个月。短剧看到爽，对吧？我觉得现在啊，在社交媒体上的爱好，那都是经过美化的爱好，没有人会写出我们最真实的爱好：刷短视频、打游戏、抠脚，对吧？啊，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那些爱好，其实往往都是跟经济能力挂钩的。你如果写了你的爱好是马术、帆船、滑翔伞，那代表你年薪100万，对吧？如果你写了爱好瑜伽、冥想、颂钵。啊，代表你不用工作。如果你写了爱好是看书、听音乐、City Walk， 代表你没有爱好。但今天啊，其实我讲这个滑雪的段子，我也担心有一点点炫耀的成分，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讲，因为我滑雪的装备都买了，我那些亏掉的钱我必须给它挣回来。好，谢谢大家。太棒啦！爆了！小鹿！哇！这是我第一次看线下。哦，是吗？对，第一次现场看人讲。对，之前非常想去，就是看线下的，然后但是我一直就没有完成。但是我刚刚坐在这里，我突然发现，哎，莫名其妙又完成了自己一件就是之前想做的事情。多接活啊，可总能碰上啊。哪个笑点你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最好玩？我这个人很爱第一视角来变成我的器官。我懂你。就有时候我有点胃疼，然后我吃了止疼药，然后我发现怎么还在疼？我知道为什么，但别人就问你说，哎，你这药是不是不管用啊？为什么还在疼啊？我就会说，比如说我是我的胃，
我现在有点疼，那个止疼药来了，但止疼药可能先从嘴下去，对吧？他会先到大脑，他会敲门说脑子你疼吗？脑子说哎我不疼我不疼，他又往下走，说脸你疼吗？就是一个一个问下来，所以他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告诉别人，别人一下就懂了。你其实把自己变成了止疼药，刚才。而且这个药在血液里还不融化，对，还有以整粒儿的形式在。所以我是止疼药，刚才对吧？你要跟你的胃，对。明白。明白，什么叫明白？来面试来了。明白，我还有下次机会吗？明白。好嘞，我想问一下，滑雪大家有过经历吗？我应该不会去滑雪，尤其听完小鹿的经历以后，我怕在雪场泡温泉。晚节不保。我在那个雪场以前滑过雪，就是类似，我记得有一回特别神的是在于大家老摔跟头摔特别远，有回倍儿狠的是在于我那儿刚一张开腿，一个人从我裆里头就是。哇塞，我是那个人。你是那个人啊？你俩对上了是吗？不是，同一天同一场。我真的对上的是别人。我觉得是大老师平时爱穿那种吊裆裤，所以人会挂。所以那个人的头过不去，人头挂着。什么意思？我穿这哈伦裤，他一过来比脸基尼是吗？就是这里。我知道很多脱口演员，他们为了写新段子，就是要故意尝试很多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就为了写段子。二位那个去哪儿，就是特意为了跑段子去尝试的吗？我去上过一个学，读了一个那个商学院 MBTI， 是。这都是有文化的人，对呀。怎么样？你看看，走你 MBTI， 你看看。其实那个什么翼装飞行、滑翔伞、什么马术也是从那个班上学到的。因为很多人要自我介绍嘛，他介绍他的爱好，他就放了很多视频，就那种特别精良制作的，他去什么马术啊、潜水啊，各种东西，我就觉得哇，好高端。因为我之前也听郭麒麟说过，他们相声界那帮老一辈的人，然后平时都会，以前都是会。翼装飞行也是。也不一样。穿着大褂这个反应过来了，真反应过来。不是但是我刚刚突然脑子里的画面是，你倒着飞，因为你低裆裤嘛，然后。我倒着走啊！他一过来，我变成背包了，对不对？然后我直接变成背包，戴个面具，幽默了啊！哇，好笑。我其实是那种，就是我不会瑜伽，我也不会刚刚你们说的所有的，我就是那种爱在家里挠痒痒、抠抠脚啊什么的。这个爱好真省钱啊！对，比如说我就会。把我们家的兔子、狗啊什么的，就是给它修毛。修毛啊，自己剪是不是？对，然后就买那个专门那个圆的剪刀，就是可以，哎，你们家那比熊对不对？对，也有，对。你想，你以后学会了，一次省200多，你想一下。就是我，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开始修毛，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特别治愈，就是越剪头越歪，越卷头越歪，就是狗说我没有被治愈，然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敢就是示人我那2只兔子，就是因为不太妙，越修越歪哇！那我把我们家比熊修成橄榄球了是吧？就是这样哇！大老师，为什么兔子不太妙啊？啊，因为它不是猫，哦，因为它不妙。我觉得这个笑话，我这个程度说可以。周老板，天花板说这个笑话，给自个儿磕一头。既然已经 Q 到了，那么马上就是我们周金凤老师的天花板表演。大家好，我是周奇墨。有的时候真感觉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啊！现在的孩子跟我小的时候那个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小时候在东北要压岁钱，要跪下来磕头啊，就咣磕在那儿，大喊一声“过年好”，长辈才把红包给你。关键是你拿到红包以后啊，一定要露出那种职业乞丐一样的热情。一定要谢谢大爷，谢谢大娘，谢谢好人一生平安。但是现在的孩子完全不用啊，哪用得着啊？我有一次过年去我表姐家，
我等着我外甥给我拜年哈，好给他红包，他就一直在他屋里玩手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是我主动拿着红包，舔着个脸，啊，走过去，外甥过年好。哎，但是我没磕头啊，我没磕头啊。我寻思人家要不主动提，我就不主动磕了，是吧？我说外甥过年好啊，这是老舅给你的那个。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啊。但是现在啊，比我更被时代淘汰抛弃的就是我爸啊。然后让我爸快乐这件事情啊，随着我长大，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啊。你看我小的时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只要活着，他就很开心，啊，我拉在床上，他都不会骂我，反而一边给我换尿布啊，一边还逗我说：“谁拉臭臭了？啊，我看谁拉臭臭了，我看看。哎呦，你拉臭臭了啊，你拉大臭臭。”有时候我想啊，我爸要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哈，他现在你说，哪怕在一个商场厕所干保洁，他都会很快乐。有人从隔间里出来，然后发现我爸在那儿拄着拖布。谁拉臭臭了？啊，我看看，谁拉臭臭？你拉臭臭了？哎，你拉大臭臭。但他现在很难快乐啊，为什么？首先呢，对自己的身体焦虑啊。有一年我给他买了一台豆浆机，哎，他说不行，得是破壁机，只有破壁机才能把细胞壁给打破，才能吸收。哎呦，我说爸，那要不咱再等等，你等厂家出破酸机，能打破脱氧核糖核酸。哎，你喝完以后直接基因重组啊，喝完以后长一身肌肉。指缝还往外长刀，你以后收拾鱼哈根本不用剪子，你就唰，很难快乐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天天疑神疑鬼，非常焦虑。有一次呢，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去医院做检查。哎，当然了，最后发现啥事儿没有啊，所以大家放心啊，不要沉重啊。我当然也不要失望啊，不要失望啊！觉得那有啥可讲的？我要听有的那个啊。只不过他那天啊，从医院检查回来以后，他在回家的路上要等第二天结果才出来嘛。他本来想买一颗萝卜，腌点咸菜，但他转念又一想，哎呦，明天这个结果不一定什么样，这个萝卜我就先别买了。哎呦，他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我感到又心酸又好笑。我说爸。你就觉得你这个病能来得这么急吗？啊，这也太急了！平时啥事都没有，然后你第二天到医院，大夫就跟你说：“老周啊，你这个病是晚期呀，非常非常晚啊。”我爸说：“那我家里还有颗萝卜，来不及了。”来不及啦，来不及啦。我建议啊，你就在我们这儿吃一口啊。来，小赵，你去食堂给病人打份萝卜啊。哎，其实我们医院食堂啊，晚上菜好，可惜了，哈哈，可惜了。哎，很难快乐啊！我不要孩子，啊，暂时没有孩子，他也不快乐，总是催我，有的时候给我发一些短视频。啊，大意都是说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啊，我没有回他，我想让他知道，人有了孩子，啊，你得看是什么孩子，对吧？有一次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爸，我暂时不想要孩子。我爸说，你懂什么啊？养儿防老，你现在不要孩子，以后去医院都没人陪你看病，要孩子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当时我想，哦，原来你当初要我就是因为这个目的啊，那你何必也叫我周奇墨，给我起这种名字呀？你让我找不清自己的定位，你就叫我养老1号，或者陪诊8字啊，都可以，我不就明白了吗？但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也
没有那么确信。我有时候也想，万一我爸说的话有道理，万一有一天我等老了，自己一个人到医院跑前跑后跑不明白，突然崩溃，我懂什么？养儿防老，然后拿出手机，哎，外甥过年好，外甥啊，老舅现在在医院看病，挂号都挂不明白，你看你要有空啊，能不能？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周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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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就是天花板。周老板怎么样？讲完这个放松好多吧？放松好多了。是不是要拉臭臭啊？那我先撤了。不是要去了吗？对，这爸爸就放心多了。来，刚才鲁斯啊，那个特别可爱的爸爸，仰天大笑。对，其实我那会儿，在就是讲萝卜那会儿啊，我其实还想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该了。不该了，不该。道德不允许。我觉得不该了，这会儿赵露思你先忍忍吧。但是我那会儿还在想，就是如果哪天我在外面上厕所，突然出来有个阿姨说拉臭臭了。小姑娘长那么漂亮，拉臭臭。我说这个我真受不了。好嘞，那么呢，其实大家就说了，就是有没有说自个儿跟家里人就是相处模式什么样？因为我从小离开家比较早，所以然后从去年开始我有点觉醒了。就是去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想我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就是在成都，我奶奶一个区，我爸住一个区，然后我住一个区，我妈一个区啊？不是，那奶奶80多了，人能不能有个自己的房？能，而且还是 loft。我爸妈能不能有个自己房？能。啊，我能不能在外租个房？对吧？就是住的就是多孝顺，自个儿租房啊！我是租的，因为我觉得买房现在不划算。真的，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然后偶尔见一面也更融洽了，也不用再去，比如说他们早上8点要吃早饭就来敲我门，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现在这样的方式其实还蛮好的。我们家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回家，我爸递给我一管牙膏，然后跟我讲这个牙膏嘴里的什么病都能治，是他在网上买的，10块钱3支。然后那个牙膏我挤到嘴里，连泡沫都没搓出来，就跟我以为我刷了鞋油，就是。怪不得你家现在这么白啊，有道理。你还是用了是吧？3支都用了10块钱。吐槽归吐槽，但用还是用了啊，是啊，孝心吧，孝心。就是特别的爱咱们，对不对？好嘞，谢谢各位了。现在场子热起来了，朋友们，我们的演员要登场啦！他就是我们的东北大秦，出发了，出发！能不能住外面就看你了，加油！接小鹿周奇墨，荣幸，没有几个演员接过小鹿周奇墨，连接小鹿周奇墨，荣幸。东北大秦来了，朋友们。放松，非常棒，现场氛围很好，观众也很棒。老稳了，现在。对。好吧，你们好吗？嗨 ，hello。接小鹿、接周奇墨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全中国谁能接小鹿、接周奇墨？广告能接。有闲置上闲鱼。海鲜市场走一走，低价好物全都有。哎呦，上来就植入，哎，果然是专业观众啊！听着广告知道鼓掌，很棒。让我接周老板，我确实是有点紧张的。导演组说你没事你能接，你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他要告诉我最幽默。他说什么天花板，我比烟花闪。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大齐，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我妈妈是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小时候买件衣服还会糊弄我那种。她小时候给我买过那个阿迪达斯，完了人家是 ADIDAS，
我妈给我买件 ADIDAC， 阿迪达斯。我不知道，看别的小孩穿阿迪达斯，过去跟人犟，他说我穿假的，我说他穿假的。他说真的是阿迪达斯，我说你给我滚，真的是阿迪达斯。我们两个在那儿犟了大半天，犟到最后都快打起来了。班主任都过来了，班主任一过来他不犟了，因为班主任穿的也是阿迪达斯。回家看电视才发现不对，电视上明星啊、代言人，人家穿的全是阿迪达斯。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骗我了？明星穿阿迪达斯，你给我买阿迪达斯啊？我妈一句话给我干服了。我妈说东北人不分自私私。我刚开始还真信，后来自己琢磨好像不对劲。我心想，我们那边偶尔也就说不好平翘舌吧，有时候不分什么滋丝诗、支吃诗什么的，谁不分呲跟丝啊？见面打招呼问人吃没吃饭，人家说哎撕了吗？我一见到赵露思，我说你好，赵露思。哪有人这么说话呀？我就开始反复质疑我妈，我妈都有点懒得骗我了，说那个，那你同学穿的是真的，行了吧啊？小孩一听这话，自己心里特委屈，都快哭了。他一看我哭了，说你给我憋回去啊，你穿的也是真的。我说什么意思，妈妈？怎么可能都是真的？什么意思啊？他说阿迪不知道吗？阿迪，最早人德国一品牌，三叶草三道杠。阿迪这牌子最开始在德国就有3位联合创始人，分别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还有阿迪达兹。阿迪达斯。他说我同学穿的是最低配，这次给我买件中配，只要我好好学习，一定让我穿上一身阿迪达兹。因为穿假名牌，我在学校里有点抬不起头，可能也是后来我自己有点自卑，因为我后来得过一点点那个抽动症。抽动症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小孩跟人说话一紧张的时候，眼睛会在那块眨来眨去的。我就是一紧张的时候，我左边的眼睛会疯狂的眨。我小时候也这样。那不跟 Wink 一样吗？我最讨厌背课文，老师一提问背课文，紧张一紧张，左边眼睛眨得飞快。我那会儿就特别希望自己背出来课文的频率能跟眼睛眨的频率是同频的。所以说有时候一背就有种莫名其妙的节奏嘛，听起来就特别像现在的 rapper。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一段绕口令，什么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就这么个绕口令，老师要说来，大齐你背一下。我背的绕口令的感觉就是那种，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呜，哦，真有活呀！最后那个呜，我为躲一下老师撇过来的粉笔头，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调皮，有时候一下打着你行啊，打不着你他不解气，他站那儿继续撇。我傻乎的往那儿一站，我来回躲。那会儿自卑，偷偷把所有课文背特熟，不敢上去跟陌生人打交道都。直到有一次我邻家一个小孩文具盒丢了，非得让我带他去买个文具盒，让我帮他跟老板讲价。我心想我这眼神帮你讲价，到这儿憋了半天才敢开口，我说老板，买个文具盒，帮邻家小朋友买个，老板能帮忙便宜一点？本来文具盒10块，老板卖他15，给我留了5块钱的销售提成。我当时虽然小，明白老板误会了，赶紧过去跟人解释说：“老板，啊，再给拿转笔刀，还买个橡皮的。”那天我邻居那小孩回家的时候，书包里沉甸甸的，背一书包新文具。我回家的时候，书包里也沉甸甸的。那老板最后送了我一板巧克力牛奶。我妈回家翻书包，翻出来一板牛奶，都懵了，说：“儿子，牛奶哪来的？”我说：“妈，挤出来的。”后来我特喜欢带同学朋友去这地方买文具，荣华富贵，全在眨眼之间。1个礼拜最多时候我赚过90多块钱。哇！那会儿在那挣钱挣到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我都怕有一天我这眼睛我康复了都怕。好景不长，学校开始有坏学生站学校门口抢钱。我平时见他们我都绕着走，有回实在没绕过学校，他说：“来，把钱给我掏出来。”我说：“哥，我没有钱。”他说：“没钱揍你没钱，围了5、6个人要上来揍我。”我那会儿喜欢看《精武门》，李连杰演那陈真还记得吗？为了吓我，就开始模仿李连杰，我站那儿来回跳，就是不跳还好，一跳都是零钱，哗啦哗啦响。他说：“你把钱给我掏出来。”我当时有点太紧张，我胡言乱语，我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这一句话给他说懵了。他说：“你有刀啊？”
我说没有。他说你有枪啊？我说没有。他同伴都懵了，说那个你先别眨眼睛，你到底有没有啊？我说真没有。他说你啥也没有，你拿啥杀我呀？我说眼神，幽默，多少能给人点力量。这句话说完，那天是我头一回看有人把胳膊抡圆了，准备扇我嘴巴子。要打我之前特嚣张，站我面前，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啊，你不弄死我怎么没死啊？最让我生气的，这孙子学我，他说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我当时看他学我真太生气了，我太紧张了，我开始背课文了。我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说完这个小子没听懂，学习不好，愣那儿了。看他们愣那儿，我赶紧跑了。第二天再从这条路上走，没想到又是他们。我过去我说，有的人，他说你把嘴闭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条路不给钱你过不去啊。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又没听懂，赶紧又跑了。第三天从这条路上走，发现坏了。这孙子拿语文课本站那儿等我，背吧来吧背。10岁都不到小孩子，你给我背，我看你背什么来，站这背来来。我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我说的像疯了一样站那儿翻书包。这句话也是鲁迅说的吗？我说陈奕迅。后来那天这点钱到底被抢走了。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过，我站那都快哭了。让这一个傻子一句话就给我说乐了。他说：“哎，咱哥几个就有钱了啊！一会儿上小卖店。”我一听上小卖店，这不要给我花回来了吗？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拜拜。大旗旗开得胜！谢谢。大旗叫个好，大旗。感谢。大旗是哪位老师推荐来的？我推荐，您推荐的啊？对，我们俩一起同台演出过，我的荣幸。哎呀，对，今天也是同台演出了。我就特别佩服大齐的一点就是，他讲东西能从一个很小的点一直讲下去。对，就是阿加斯这个事儿，可能放在我就是几句话就写完了，就想不出来更多角度了。但是他会写很长，真的是。这个是功夫，这是功夫。谢谢。我特别喜欢东北的脱口秀演员，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调调，就是他自己就是在场上的那种很随意、很松弛的那种感觉，所以爆一个梗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哎反差特别大。对，他其实也没有给观众有一种期待吧，我马上爆梗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作为第一个来讲，已经非常好了，给他鼓励。厉害。对，谢谢。我在听你的这个脱口秀的时候，特别有那个共鸣，尤其那段节前这事儿，我太有。确实有，不是我遇到过，但是我还是比较机智的逃跑了。那你还是你身体比较好，他们是不良少年，我是发育不良少年，我跑不了，每天都给他们那儿。我那个事儿，其实讲的时候有股心酸，但是有很多故事，挺好玩的。今天还有就是说你那个小动作。哎，大家有那种平时小时候就是会眨眼或者类似的啊？大齐最开始跟您在一块儿，这刚认识的时候也这样吗？老这样？我感觉当时对我有点意思，我以为。这好多小孩都有，这种是比较轻微的。但是老眨吗？对呀，就是你现在眼睛干的人也会眨呀。就是会一直这样。对，然后大哥说，他说那不就是 wink 吗？但是频率不会这么高，对，因为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博主，类似于他也有这样，但他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就是开始叫啊，就是抽动症，其实就是严重的。对，无论什么时候他忍不住。谁付航啊？就上来就是Monkey Baby， 然后他就来了。我还有那种同学就是回头。哦，对，上课他回头。他这么一说，我发现。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婚姻搭子他也会这样，有些时候说话，然后突然这样一下。之前以为他耍帅是吗？啊，原来是病啊！那你亲得着他吗？亲不着吧？对。
哦，为了躲我是吧？躲得很快。好嘞，感谢我们大齐的精彩表演，大齐旗开得胜。接周老板肯定是有压力的，我只能自己瞎编一个广告，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去念那个广告一样，但其实那广告就是我自己现想的。出门口让工作人员拿手机给我查2条闲鱼广告就去念了。说实话，就是你接在一个大咖后面，你压力其实是会很大的。但他很聪明，他没有直接上来就直接进段子，而是先抛了一些互动啊、自我调侃啊，然后就说啊，我接他们俩怎么，打破了这种观众的那种紧张感、那种氛围感。大齐挺牛的。你好，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哎呀，街拍呀！嘿，你看咱出门也没捯饬，哎呀，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呀！啊，拿我当人肉货架啊！咔咔一顿拍，咸鱼还能拍出钱来？上咸鱼，想要赚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我衣服呢？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潮流配饰都能拍，门前大手也能拍。上咸鱼赚一笔，拍得多，赚得多。别把我给卖掉了，退单。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大家可要记住啊，其实我们每位演员最终都是你们投票这个标准。下面一位会不会更炸呢？这位就是我们全场都要顶沸的吴鼎。请各位选出你心中最夯的演员。第一个肯定是吴鼎嘛，他来这节目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我要先投吴鼎一票。吴鼎老师吧。内投第1名的，他就是吴鼎。实至名归。吴鼎的个人专场《野蛮生长》和《赛博苍蝇》巡演上座率95%以上，豆瓣评分8.5分。我很期待他的演出。我叫吴鼎，你得细品抓紧。我希望能展示出我最自然的状态，所谓全部的喜剧的人格魅力吧。Let's go, let's go, let's go。下面就是我们全场都要顶沸的吴鼎。吴鼎，幽默神君，幽默神君。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吴鼎啊，吴鼎，鼎是这个青铜器的那个鼎，啊，这是我爸给起的名字，他觉得很雅，我不太喜欢。鼎就是古代人煮饭用的大锅，吴大锅有什么雅？你听起来像唱戏里的男主角嘛，武大锅，哎。很尴尬，但是我爸说这个不错了，这已经是改过的了，改过一次。我刚出生的时候，97年香港回归，我爷起名叫吴龟。我说行，还是大锅吧啊，大锅吧。我家庭条件比较普通，所以我就经常很羡慕我的同桌，他条件好，他经常能带来那些我买不起的东西。我上3年级有一天，他带了一个 MP3，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用过 MP3，有没有？有啊，有不少出生于上世纪的老人啊。小孩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MP3 就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大概就这么大，你必须插耳机才能听。你可以上课偷听，就把那个 MP3 插上耳机，塞校服兜里，把那个耳机线顺着校服袖子拿出来，藏在手上上课就是。真是这样了，太有生活了。你这么听不会被老师发现的。我同桌有时候上课听嗨了，开始这样。我们老师还在那儿美呢，说同学们你们看，数学是多么美妙呀！买不起，很羡慕他，我就想模仿他，我就买了个最便宜的耳机，我趁别人不注意，我也塞进去，我模仿他，但是我手里没有声儿，你知道吗？有哥们儿纯摇头，坐在第1排。有一天就不小心被老师看到了。他看到我手里有东西，非常生气，上来噌就把耳机拽出来了。当时老师看着那个空荡荡的耳机接口，
他想不明白，他觉得应该有一个 MP3，他开始问我，他说你给老师拿出来。我说没有。孩子，老师都看着了，给老师拿出来。我说你看着也没有。他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说那你搜我的身嘛，我想证明我自己。他觉得我在挑衅他，课也不上了，当着全班同学面开始搜我的身，里3层外3层都搜遍了，搜不出来。搜到后面人都疯了，开始抠我嗓子眼了，你是不是咽进去了？肯定有，拿出来。我是个3年级的小孩，我应对不了这种失去理智的中年人，就逼得我都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我说人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追寻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逼得我实在没招了。他搜了5分钟，他不得不接受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气得他开始骂我了，指着我鼻子说：“你脑子有病吗？啊，你拿个耳机线，你来学校钓鱼来了？”那节课我失去了一切，我没有 MP3，我也没有尊严，我唯一的财产耳机也让拿走了，同学还每天笑话我，真的很难受。也没有办法，买不起也不敢跟家里要，最后逼得我没招了。我找了一个替代品，拿了家里人一个念佛机。不知道有没有玩佛教用品的朋友们啊？念佛机就是一个 MP3 大小的东西，它也能插耳机，但是它只能放佛经。你家里人如果有这个老人，他可能会听，不打扰别人。我到学校把耳机插上，塞小裤兜里，把耳机线顺校费用拿出来，我特别开心。我说这回哥们手里有声了，往耳朵上一扣，特别高兴。我听了2节课，发现有问题。这个念佛机它不念，你知道吧？它纯唱，就一个旋律循环。你听多了以后，真的很容易听进去。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啊，我给你们请一段。请一段对，这对了，这词儿对了。好专业。它就一个旋律循环，就这样。来，会唱的一起来啊！我就天天听这个东西，我听的跟我同学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状态。上小学别的小孩都很活泼，下课在班级里追逐打闹，我自己坐在座位上。我的天哪！别跑！整个人看起来心胸特别的宽广，但是跟同学已经没什么共同话题了。人家听流行音乐，在那聊华语乐坛，一句话插不上。俩人问说最近听谁的歌？哪说听周杰伦和林俊杰。突然问我说：“哎，你听谁的歌？”我说：“啊，那个观世音和弥勒佛啊。”也算华语乐坛吧。从印度乐坛过这边发展的，对。你没有办法，你为了弥补谎言，就要不断的编造谎言。但是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坐在第1排，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有一天上课听得正开心，我们老师就看到我了。他上次没有抓到我，他天天盯着我，非常生气，上来噌就把耳机拽出来。当时耳机在他手里，念佛机还在我兜里。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念佛机跟 MP3 最大的区别是念佛机能公放。当时是真想出家了，这个书是读不下去了。我当时什么造型？我被老师拽到讲台上，我面对全班50多个同学，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我体内传出阵阵佛号。我往上一站，我都怀疑，我说这是不是他们说那个立地成佛呀？我们老师看着我说：“哟，班里还有一位佛系男孩啊！”我当时恨不得从窗户飞走，这个班是待不下去了，感觉没有同学拿我当人啊，感觉在他们眼里我脑袋开始发光了，没有同学听课了，这底下那议论我说：“你说咱们
贵还是不贵？很难顶。这个事情搞得我童年时期都特别尴尬。这个段子也讲过很多次，这是很早就写的段子。啊，讲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消解当时的尴尬，你会可以治愈一些当时的童年的伤痛吧。但直到我前几天我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老的观众，他看完这个演出，他说我看了你很多次这个段子，很喜欢你，送你一个礼物，你回家拆。我特别兴奋，我里3层外3层拆开是一个念佛机。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你说我是感谢他的喜欢，也没有看不起这个礼物的意思。我就是当时有一点点难过。我说哥们儿，你这么喜欢我，看了我这么多场这个段子，你应该听得出来，我想要的是 MP3。不是都快20年了，快20年了 ，MP3 都淘汰了，我都没有 MP3，啊？怎么这个童年的念佛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哟，来，谢谢大家，谢谢。被你开枪，谢谢。怎么样？这露丝老师看咱们这个屋顶的演出？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好，整个的就是节奏，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老练的，应该是吗？很稳，对，很稳的，很老练。听那念佛机好多年了，这人肯定稳啊。你这个段子很多年前我就听到别的人跟我讲，有一个叫吴鼎的演员讲一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念佛机，就是因为别人说哇他讲那个段子太好笑了，但我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段子，但我已经听过别人说吴鼎的段子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个。对我当时都想带货去了。哎，我有人演出，好多观众说我也想买一个，我说可以。哎，吴鼎，据说你有心愿呀？因为我很喜欢周老板啊。我人生第一次看脱口秀线下演出就是看的周老板。当时就很喜欢他，他是我的脱口秀启蒙，所以就希望能得到周老板的认可。怎么个认可？因为周老板是天花板嘛，对吧？我无顶嘛。对。哦，这么个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说什么？我让周老板说一句：吴鼎的喜剧能力在我之上啊。哎，我觉得他能说这种话来，你要跟他说，你是不是好久没拉臭臭了？给自个儿憋成这样了，脑子都不清醒了吗？满脑都是什么东西啊？我今天就打算满足吴鼎这个愿望。哦，谢谢。对着电视机前、屏幕前的观众说，吴鼎的喜剧能力远在我之上，天花板上板。你以为是个好事情啊？以后吴鼎你去演出，别人介绍你都这么介绍。吴鼎，哎，周老板大家知道吧？哎，好笑吧？吴鼎比他好笑100倍，然后有请吴鼎。你也真的很坏了。哎呀，你就演去吧。理解他的痛苦。咱们只限这个节目啊。行，感谢吴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大家，拜。谢谢吴鼎。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找一个新的尝试吧。比赛我是真比不明白了。加油！之前也上了2年综艺嘛，其实效果我个人觉得非常差，因为比赛那个高压环境下我太容易变形了，就是想换个形式嘛，看看这种就比较放松嘛，没有那么大压力。风雪压我2-3年，他不能再压我2-3年吧。接下来这位演员他非常的美味，因为他的名字叫做鸡翅。Chicken wing wing wing。Hello， 你们好吗？我是鸡翅。Hello， 朋友们。其实我去年我也参加了那个企鹅那边那个脱口秀节目，我跟吴鼎一块去的，也一块来了。
没想到今天啊，跟吴鼎一块在这，还能看见大张伟老师啊！又来了，活真多呀！去年淘汰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我觉得人呢，就不必太在乎结果，只要享受过程就好了。我做人也是这样的，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我其实已经健身2年半了。对，我的健身成果也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吧，反正就。哎，有时候我觉得我这种身材还挺常见的，我这个就是男人的经典款皮肤，就肚子大大，但四肢纤细，我们长得跟蟑螂一样。我第一次去健身房，我真的啥都举不起来，我只能在那个跑步机上肆意的奔跑，你离远一看就是蟑螂疯了。然后后面永远有那种私教大哥，每个大哥都要穿一件紧身衣，吹弹可破，晶莹剔透。就像一只大蚊子，很快蚊子就发现了蟑螂，扇着翅膀就过来了，悄悄走到我后面就那种。健身房的私教就是这样，就没什么边界感，但就是喜欢乐于助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我也没经验嘛，我想玩那个深蹲，我就背了一杆铁，我刚一蹲下来啊，就有一双温暖的大手包裹住了我的臀部。后面有个很 man 的男生给我来一句，他说：“兄弟，让我来帮你感受臀部的发力。”我说：“哎，我的臀部，哦，你来感受。那我感受什么呢？你掌心的温度。”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这么多年，第一次感受到背后有人给我兜底，蛮奇怪的，你知道吧？哎，我有体验过那种私教课那种体验班，真的体验非常不好，太燃了，训狗一样训我。每个教练看见我就 Come on, good boy， 我在旁边累的。体验完就让我办那个课，那个课真贵啊，最便宜的私教课也200-300块钱一节，我就很烦那种健身房那种大哥，每天就催着我们办课报班，每个人都有那种励志的口号。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就是我一不办课不办班，那个教练就催我说：“哎，你难道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说我想，但也太贵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奇怪，好像非逼着我们变好，对吧？但其实变好其实很奇怪，就变好你一定要花钱健身，花钱学语言，花钱学乐器，就为什么变好一定要花钱？老实讲，我现在在变好的同时，我也变穷了。我今天可以说是又好又穷，我好穷。但我也绕进去这条弯路了。其实我报过私教课，我健身2年半，我在私教上花了1万块钱。练成这个样子，我有时候觉得就健身没有必要找私教课。我健身2年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我觉得就是胖胖的也挺好，多少人想胖还胖不起来呢？胖点好，我觉得没有必要活在那种世俗对你的那种常规审美规训里，非要你腹肌胸肌就这么昂扬挺胸的干嘛？对吧？我算是悟了，朋友们，我感悟了。我健身2年半。我就是来练这个圆肩驼背的，我故意的，我觉得这个好看，就是我们专攻的方向不一样而已，你知道吗？你6块腹肌又如何？我斜方肌也很大，对吧？你们审美不要这么单一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对吧？就斜斜的，而且很方便工作。你练得这么精神，你坐在工位里，我是老板，我都想 PUA 你，你看起来太能扛了。但你想一下，我就这样坐在工位里，我上班跟上吊一样。我老板觉得我今晚就得死，法人都转给我。太棒了！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对吧？就不要对这个社会的这些审美规训有这么大那啥。就最近1年，我已经没有碰过健身教练了，我戒了。我现在做的所有动作都是错。但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真的，我所有动作全是错，我斜方肌越来越斜。我有一天早上照镜子，我以为毒液来了。别练了，朋友们，真的，
我就很烦，我感觉这个时代好像有一种自律霸凌，你知道吧？每个人都告诉你，你得变好，你得变好，所有教练都告诉你，你得变好，对吧？那些健身博主还每天说，哎，我在变好，我每天都在吃草，我很自律。有没有可能因为你不用上班？你不用上班，你当然可以每天吃草，对吧？我们这些上班的牛马，我们每天坐在工位，嘴里也是草，全是草。我们那个项目就是草草了事，你知道吧？所以我有时候我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也能理解那些教练，因为我发现教练大哥也在上班，他们也在工作，他们那么浮夸，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都是牛马，只不过我下班的时候他上班，是一匹下班马碰上一匹上班马。我们没得选的，我们在这个局里就是只能跟着规矩走，对吧？你去问象棋里那只马。你去问他下一步怎么走，马能怎么跟你说？你下过棋就知道，只能走。在这等着呢。这是我们马的所有规则了，对吧？哎，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局就是一步一步的下，我们都是棋子而已。这可能就是资本给我们做的局。谢谢你们，我是鸡翅，感谢。来抱抱抱！感谢，帮大哥们鸡翅再次掌声鼓励。谢谢。鸡翅还记得上回那个节目，你是很快怎么了？我很快就是，我都怕您应该记不住我们，就是。我以为他要拿过袭击你呢，我以为。我不是想打人，就是平时坐惯了地铁，就是喜欢握点东西。然后，但是我想说，其实这一次的表现。哇，还不如上一回，还不如上一回。不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翟佳宁，你在说什么？翟佳宁，翟佳宁，你在说什么？翟佳宁老胡说八道，真坏，翟佳宁。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在于去年参加比赛给你造成了什么阴影啊？阴影说不上，是一个小小的负面情绪，然后可以用来写一些段子这样子。我觉得鸡翅不要记着那个打击，因为鸡翅不易打嘛。然后但是重点是在于什么？没有不，他刚才说鸡翅不记打，鸡翅不记打。然后但是不重要，就说我已经说过了。然后但是没事，下一个，没事，我无所谓的。鸡翅谐音梗，鸡翅不记打啊，没事。妈姐，这笑话啊，这怎么回事？是很有压力吗？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就是你们在说脱口秀的时候，我其实能感觉到那种压力，因为站在台上一个人要不能有任何的断档，不像我们拍戏可以咔，可以把最好的那一条选出来，但你们就只有这个一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台上的那种压力，还有每个人的眼神，然后如果对上不太舒服的眼神，然后也会一下子出戏。不太舒服的眼神，鸡翅可以这样说：“你怎么看我？看我。”因为鸡翅分享的也是一个，就是说平时会花完钱自个儿受罪。各位有没有什么平时花钱自个儿受了小罪的这种感觉？我有一次花钱去整蛊，唯一的一次，再也不想去了。正蛊吗？是正蛊。哎，我也去过。我也去正过蛊。不是。怎么正蛊这件事儿很突然吗？咱们原来都这样吧，是后来再正的。杰克逊这么走，看。植物大战僵尸，咱这块。对，我没有想到他那么疼，他就给我一顿硬掰。一个男的力气很大，整个人在我背上，用膝盖顶着我的背，给我掰这个胳膊。那个床真的就是嘎吱嘎吱在响，他给我掰的时候。但是正蛊特别有效果。你们看过给狗正蛊吗？好。不是有人看过吗？有没有人看过？给狗怎么正蛊？就是有的狗它也是，不是，鸡翅，你听我解释。那你解释。但是真的有一个就是那个视频，它就是给金毛，然后或者是给什么泰迪，它就是金毛吗？更像了泰迪，你现在说的就。因为狗狗其实它不是也脊椎啊什么的，它也是咔嚓一下子。我看过那种就是趁着狗不注意，就是狗脸冲着前，这个人在它后面抱着脑袋晃，咔一下，然后那个狗突然就，
吧？他那狗会懵，然后这个人亲他一口，哇！对对对，是的，那狗很懵。那是不是就是想偷狗的人被拍下来而已啊？好嘞，感谢我们鸡翅表演。你对你今天的演出满意吗？就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表演，我觉得很难过。我很担心会因为我今天表现的一般而导致大家露宿街头。鸡翅非常可爱了，那么下面一位更可爱，她是来自我们蒙古族的小可爱，叫做包可爱。可爱吗？有点可爱哈。对。嗨，你们好，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第4个演员，叫包可爱，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演出现场，欢迎朋友们。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内蒙人，蒙古族啊。在场有内蒙的老乡吗？应该没有吧，很少啊，平时也碰不见。好久之前碰到一哥们儿是我们内蒙老乡，给我激动坏了，我特别高兴，我跟他说 “Sino”， 我听到了这个声，哥们儿跟我说哈拉哨啊。挺难弄的，是个内蒙孩子，但很多朋友对我们内蒙人是有点刻板印象的。经常有些朋友一听我是内蒙人就问我，哎，是不是骑马上学？哎，是不是住在蒙古包里？总问。我说领你们来内蒙玩一玩，对吧？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内蒙古啊？解除对我们的误会。我邀请我最好3个朋友到内蒙吗？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我领几朋友上内蒙玩。他们对我的误会太深了，你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内蒙古？我爸一听，真正的内蒙古，儿子放心吧，我就领我3个朋友到内蒙了。我爸骑马来接的我们。哎，我不用哭，不用哭，无所谓，无所谓啊！我不在意长人物，你给他们鼓就行，我不在意这玩意儿。哎呀，搞这些就是东北人的范儿，对。讨好型人格。然后他们仨没鼓掌。他们仨是这屋里最刻薄的人。玩笑话，玩笑话啊！其实讲心里话，讲脱口秀对我来说难度挺大的，因为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呀和这种语言行业没什么关系。我以前是一名运动员，我以前是一名国家2级运动员。完全看不出来。真的是个运动员啊！你们可以猜猜我是练什么的，朋友们？摔跤。我们内蒙人能不能干点别的呀？铅球，你出去，哥们儿，铅球，按体格来呢。举重，那不跟铅球一样吗？马术啊，体操，射箭，好嘞，好嘞啊！行，我们内蒙人刻板印象全出来了啊，挺难能猜出来，挺难能猜出来。我自己说吧，我以前是一名格斗运动员。我练了2个月格斗的时候参加比赛去了，并不是因为什么格斗奇才，并不是，而是因为我真的太想跟我的朋友们炫耀我站在擂台上打比赛的感觉了。因为我没有站到过擂台上，所以没有办法和我的朋友们炫耀，我就报名了。我报名这个比赛呀，还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已经听了太多版本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故事了。我觉得他们可以，那我也可以。报名了，我当时那个对手是个练了5年的老运动员。朋友们，你面对这样的对手，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战胜他，你得跟他玩心理战，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只练了2个月，千万不可以。你得想办法给他制造压力，让他紧张。所以那天啊，我们所有人在后台热身做准备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和我对手玩心理战。我对手在那儿嘿嘿，我在那儿切，哎。我感觉他有点紧张了，心理战起作用了，一会儿怎么打他我都想好了。我说一会儿上去我一个前手拳打在他脸上，
趁着他紧张的汗水从眼皮底下滑落的一瞬间，我一个后全 KO 他，和我的朋友们分享我胜利的喜悦。我想的真的太简单了，就在铁笼子门锁上的那一瞬间，我听到台下的解说员拿起了麦克风。红方选手包可爱练了2个月就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我说这事能说吗？我当时就紧张了呀。我看着我对手在笼子对面对着我，虽然我很紧张，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用眼神这么死死盯着他。比赛一开始，我一拳打在他脸上，没打着。就在那一瞬间，我紧张的汗水从我的眼皮底下滑落了下来，他一下就给我摔倒了。他骑在我的身上开始打我。朋友们，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脑袋打到地上弹起来了。越打越兴奋，台下的观众在给他欢呼，格斗的观众真没素质啊！我听到有人在那喊打死他。我就想跟朋友们装一下，他要打死我，我必须得反抗。虽然他坐在我的身上打我，但是我可以搂着他的腰，用我的下巴膈击他，用我真正的胡子膈击他。我去死吧！你说啊？你别笑，起作用了。他怕痒。我咋知道他怕痒呢？他这打急眼了，他越打越使劲了，他就一边推开我一边打我。我越膈击他吧，他越想笑；他越想笑吧，他就越使劲打我。最后就变成他一边笑一边打我，我一边哭一边膈击他。我被他打得很晕，我整个人躺在地上，头特别的晕。我眼睛里看到的世界都浑浊了，慢慢就黑下来了。等我一睁开眼睛，我在医院，我就看着大夫一直对着我。我突然发现完了，我只能看他的口型，但我听不到他声音。我的第一反应，这耳膜一定是被打穿孔了，你知道吗？我说完了，医生，我听不见了。大夫看着我说：“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我被打得很难受，我就问大夫，我说大夫，我这被打得太惨了。大夫跟我说，你就心态放宽点吧，你这不算惨了，你马上就能出院。昨天有个哥们刚出院，比你惨多了，1.9米大高个，他外甥搁那打游戏，老给递红包，老给递红包，让打住院了，都打的都拉臭臭了。我说这太惨了，我说这是你们医院最惨的吗？不是，还有个哥们更惨，那阿迪达斯穿个假衣服，当着面老眨巴眼睛，脑袋上打冒泡了。挺得罪人哈。你们感觉格斗这个段子像是真事吗？不像。有人觉得不像是吗？你刻薄3人组。真事啊，这个我有视频，要不要看一下？哦，挨打视频啊！来吧。这不是他呀？这是谁？就是他，就是他。身高183厘米，体重77公斤，年龄20岁，按掌声请出红方选手鲍文俊。这是他，这是我最帅的一幕了。比赛开始了啊！红方是我，红方，看他踢我一脚没事，不疼无所谓啊。看啊，我哭打了3拳，看着了吗？没打着。他踢我一脚打的拳，看着了吗？这个我打着了。哦，厉害厉害厉害！我打他嘎叽窝里去了，我打的全是笑点。这俩哥们太客气了。他马上要摔我了，我俩马上轮了。好，他要骑我，他骑上去了，1拳、2拳、3拳、4拳、5拳、6拳、7拳。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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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防空乱炸。我说实话，这解说员我都气死了，我脑瓜都让打冒泡了，他搁下面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我搁他胯底下，我说哪有机会啊？我说机会在哪儿呢？哪有机会？挺羞耻哈。这视频没看过瘾，那个什么，你回头可以自己上网上搜啊，网上有啊。标题叫做“红方选手包文军迎来了灭顶之灾”。朋友们，祝你们玩得开心，感谢感谢感谢。包可爱这个名儿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拳坛已经丢人丢到这个程度，说改名了嘛，就是包文军变成包可爱了。哎，不是这本名都让你记住了，我的天！刚才你说的呀，因为你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觉得那个解说还有机会，指的是对手，没有还有机会打死他。怎么一直没有打死他？还有机会。哎，我刚才听见那个里头在喊让开，让开，让开，让他打死他。哎，你现在这个怎么就这样？你把对手吃了，还是后来怎么着？变成2个人了，就是感觉是吧？判若两人。他说打肿了，我的天！要不你刻薄呢？我觉得这个演出真的好玩，就是在于他后边这个视频，他自个儿自己解说，自己被打。因为你演着演着特别有那种东北大嘉宾的感觉，上来就有了。对，说只要大家不走，我给大家接着演，就是那种特实在。然后就你整个演出我都特别的陶醉，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出，真的很棒。我觉得这个演出无论去比赛在哪儿都是满登的。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绝对，我觉得他的控场能力非常强。对，他上台以后就感觉非常的随意，是他的主场一样。对对，感谢，谢谢你。你以前格斗只练凶狠的表情吗？平时那种可爱的东西绝对不做，什么嘟嘴什么类似。不能，那你不让人家兴奋吗？你让人兴奋。真是很精彩。像包可爱的这种黑历史视频，大家有吗？你没有？你没有吗？我德高望重的老 OG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咱们就来播放一下周奇墨老师的这视频，来看一看。周奇墨老师干了什么事儿？这对劲儿吗？快！哦，我说呢，我说咱们这个舞台那个杆给谁用的呢？原来是给周奇墨老师 solo 用的。巴拉巴巴巴。来一个，来一个。我通告费没有这么多啊！可以，画风了。音乐剧王子。您自个儿说说吧，那当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撩人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已经完全忘了前因后果。这段视频为什么存在，我都很纳闷。羞耻的记忆，我们一般都会自动删除。对，我大脑已经把它屏蔽了啊！我希望后面就这个刘洋教主能来，然后澄清一下。哎，复刻一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包可爱简直太炸了！谢谢包可爱，感谢。我感觉85分差不多，就是我觉得还能再好一点，也是头一回上没经验，有点紧张，但是上去2分钟之后我就缓过来了，就已经完全回归到那种线下演出了，还行，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演出，很完美。我没有见过啊，在舞台上拿视频出来解说的这种喜剧形式，我想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新颖的高级的喜剧技巧。感觉好像已经领先全球了，已经。今天应该取得一个好彩头吧？大家的表现现场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觉得应该不会露宿街头。不愧是2位老师那个推荐的演员啊，也是厉害哈。我们录节目真的是很快乐，对不对？因为马上是最后一位演员啦，天一来了。Come on, com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we're scared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然后在后面等半天了，实在是能量攒了一堆，没有地方释放，所以 let's go。天一，我对我自己定义是颜值担当和 rap 担当。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人会承认别人比自己好，我感觉。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是北京线下最好的脱口秀演员。我烫爆了，我希望我不拉，我将在这个节目大放光彩。耶！我难以想象有一个演出，周奇墨开场，小鹿第2个，我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牛，特别牛。哥们180斤压轴。Yeah, rapper！ 嗨，朋友们好，我是天一，大家好。嗨，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我其实是这样的，我的段子关于 rapper 的啊，我知道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讲过 rapper 的段子，你们可能觉得为什么讲这种话题也太老了吧？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吐槽 rapper， 我是想干 rapper， 我想成为 rapper。因为我觉得说唱也是喜剧的一种，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喜剧说唱。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 rapper 也挺幽默的？哎，我觉得说唱综艺的海选，就是我见过的非常幽默的一个场景。很多 rapper 们一上去之后拿了麦就什么要，评委老师选我，因为我对说唱有我自己的态度 ，man。我跟别的 rapper 们不一样 ，man。你就觉得 rapper 的生活习性啊，跟山羊很像。他平时就低着头溜达，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他突然一抬头就咩。我觉得总结的挺像的啊！我真的想干说唱，因为干脱口秀太不容易了。你们知道这2年脱口秀挺难的，你得讲故事、讲梗，对不对？得有逻辑，最好还有一个悲伤的原生家庭，想火的话还得有一个不怎么样的老公。最后这个我实在没有，法律不允许。对不对？所以我想着就是试试别的途径，比如说做 rapper。说唱其实挺简单的，你只要说快了，你就可以通过你语速的加快，降低你文本的空白。我举个例子，什么我也曾经干了绝望，但我不曾放弃信仰。如今的我越来越强，他们叫我说唱之王。乍一听很酷哈，但你仔细想想，中间缺了一个过程。他是怎么从就是啥也不是变成说唱之王的？没说过，对不对？这个例子可能不明显，我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啊！我跟我的兄弟曾经被人瞧不起，但我跟我的兄弟现在开着法拉利，你就特想问他，你这车哪儿来的？对不对？能是正道来的吗？所以我想试试学说唱。我的方法是找 AI 帮忙。我找一个 AI 帮我盘了一下，如何就是快速的写说唱歌词儿。他告诉我是大象装冰箱法。你们知道那个老梗吗？怎么把大象装冰箱？一般是分3步，对不对 ？rapper 分4步：开门，大象进去；关门，然后问兄弟，牛吗？我掌握到这个方法之后，我就开始创作了。我现在大概已经写完1张专辑了。我每一首歌都会把大象装冰箱这个歌词放里面。我一开始做的是模仿各地的 rapper， 你们知道每个地方都有各地的方言，对不对？我一开始模仿的是川渝 rapper， 川渝 rapper 什么要把大象放进冰箱，全靠我的兄弟伙儿，把大象放满冰箱，我们一起吃火锅，对吧？川渝 rapper 一定会聊到的点，火锅，成都 CDC。对不对？还有新疆说唱，新疆说唱就是这哥们儿平时啊，普通话再好，上台也不能好，啊，上台就必须带口音啊，男人雄鹰一样的，对吧？冰箱能装大象的，说唱还得听我的。我是来自西北的狼，从来不曾投降，因为就算连大象也被我装进冰箱。还有北京说唱。要把大象放进冰箱，你先问问北京人，这么正能量的事情不能没有精气神。北京动物园大象来了，对吧？这些都挺好，但我一个也用不了，因为我实际上不是北京的，我是北京旁边河北的。河北那个地方就没有 rapper， 我们那地儿不产 rapper 啊，所以我只能从音乐风格上找突破。我一开始想做狂放型说唱，你们应该见过很多狂放型说唱，就上了台，你别管我为什么狂，我就狂。
上来就什么，我曾经把大象装进冰箱，因为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嚣张。我的homie劝我暂避锋芒，我说不用了，今天他老大猛犸象来了，也一样得滚进冰箱。对，我一开始就一直在做这种狂放型说唱，写了3首 demo 之后，发给我个在音乐公司上班的朋友，我朋友听完劝我说，别干这行。你要真想干的，你不如说什么的，你首先别狂。我说不狂那还能写什么呀？说唱，我能炫富吗？对吧？你记得前2年 rapper 都炫富吧？老子有车子，老子有票子，老子打开家里头的冰箱，里面装的都是钻石。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大象在里边。对不对？我朋友说千万别这个，这2年的 rapper 换路线了，现在流行的不是炫富，也不是张狂，是小镇青年。这2年 rapper 的路线一般是什么呢？我是来自小镇的青年，父母在外头打工，缺失了我整个童年。我现在为了赚钱，就是不要尊严，只要爸爸妈妈可以过得好一点。最近 rapper 都这个路线，我希望他们是真的想这么做，而不是因为查税了。因为一查税，好多 rapper 都不再炫富了啊！前2年都说什么，老子去年赚了8个亿，兜里沉的都耷了地。你看他交多少税？2100。所以这2年突然就开始变小镇青年了。我说那要真小镇青年也行，咱们河北人也适合做小镇青年，我可以走这个路。于是我为了新说唱做了完整的准备，一首小镇青年风格的 trap。上来就是一段 trap， 什么要把大象放进冰箱，总共分成几步？我跟我的 homie 正在努力寻找思路，把大象放进冰箱，总共分成几步？我跟我的 homie 正在努力寻找思路。听到这儿应该知道没有思路。这时候就该上价值了，小镇青年就该来了。想想来时的路，想想吃过的苦，想想刚来北京时候兜里只有2.5块。为什么2.5块？北京地铁3块起步。曾经走投无路，冬天买不起秋裤，但哥们儿现在走起来了，每天都买拉布布。其实还是炫富，但偷偷给泡泡玛特留了一个植入，这块可以删掉，不用的泡泡玛特可以放在闲鱼上卖了，朋友们。对不对？这时候正常评委就应该让我晋级了，我觉得啊。但怕万一遇见特殊情况，我还有一个后招，就是我时常什么？我常常跟观众互动，我可以跟观众互动，跟观众共情，把场子炸起来，强迫评委让我晋级。没有情没关系，咱们硬供。我来举个例子，看看你的冰箱，再看看我的冰箱，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家里都有冰箱？是不是供上了？看看你的梦想，再看看我的梦想。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心里怀揣梦想。来吧，朋友们，助力我一起把大象装进冰箱。以上就是我的段子，谢谢大家，我是天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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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谢谢我们天一，好嘞。你嗓子是哑了吗？哦，我说话就这样。我说我声带结节，6岁就是这个声音了。6岁就这样，好早熟的孩子。别的小朋友上幼儿园都可清脆了。我说老师好。小鹿是向我们极力推荐您的演出啊，说您在线下特别炸。哦，谢谢谢谢。天一是我在开放麦见到最高频的演员，就是我感觉早期的时候他段子没有那么的炸，突然有一次我去开放麦，我感觉哇，他写东西已经写得非常，就是他会一个点不断的更多的去拓展，我觉得很厉害。那后边就是越来越好，哪一场开始你有记忆犹新，说哇塞，我可以干这行了，我说的太棒了。大概就是去年有一次在线下跟小鹿老师一起同台讲完开放麦，然后小鹿老师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好大呀，我当时就感觉一下信心就有了。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啊，对，感觉你就是得到了你刚一入行就特别憧憬的前辈的认可，那一瞬间你觉得这个路可以多走2步。哇塞，太棒了！你把客气话当真了，哇，好棒！当然是客气话呀，恶毒。但是我觉得这好事啊，因为他当真了之后才有今天的这样吧，对不对？老不把什么都不当真，他也走不到今天这步。对。好嘞，因为大家其实演出时候都碰见过一些很好玩的，哎，露丝碰见过演出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吗？其实我演出的经历比较少，说实话。那我们一般就是在街上，然后一般开始的时候会老遇见，就是那种比如说有些时候需要行人们，就是可能稍微等一会儿。
这个时候最忐忑的其实是演员，也确实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可能在说着那种谈恋爱的，就是很入戏的词，在旁边谁呀？谁在那儿啊？这太对了，哎，就我碰见过这样的。什么演员呐？多有名啊！因为我们要赶紧拍完，我们这会儿不能说转过去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还得就在那说今天去吃点什么呢？谁呀？我碰见过这种事儿，我们也是在一个院里头采访一位奶奶，然后在那儿说她这个房多少年为了保下来多么的就是心酸。旁边过一大爷，你们这拍什么呢对，北京大爷初见端倪。没有看过那个徐有耀演吗？沈浩明不是送了那个许岩一套四合院吗？记得吗？然后沈浩明不是带着许岩就走过那个小胡同吗？我们要演就是走，然后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哇好好，然后大爷们什么的也不穿衣服，就拍着肚子，然后在那儿看着鸟，说干嘛呢？我有一个反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俩一起往这边看，然后我转过来，我这样的。哇哦 ，fantastic baby。然后伟霆哥也看到这边，然后我转过去。然后伟霆哥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摘取了那样一个片段。反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太棒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天一。我们这一场所有的演出呢都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一场演出，好不好？哎，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平心而论哈，是不是还是很好笑的？挺好玩的，对不对？能够达到你们的预期，是不是？还有惊喜，我觉得很好，就是感觉各种风格的都有。哎，我本来以为脱口秀发展到音乐脱口秀已经差不多了，没想到还有视频解说脱口秀，然后最后还有这个说唱脱口秀。行，丰富多彩。对，而且我感觉演员在台上其实表现出来的状态都非常松弛，我觉得这个状态是表演脱口秀很好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继续这么松弛的把这种轻松的、快乐的笑点送给大家。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线下的脱口秀演出，我真的是很喜欢今天5位脱口秀演员。我觉得在今天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都很棒啊，老师。对。所以说我觉得很不错啊，然后大家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然后多多给到脱口秀演员们一些鼓励。对，谢谢你们，谢谢我们露丝这么中肯的这个表达。我们节目联合了微博综艺、微博电视团，发起了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观后感的征集活动。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点评页带话题“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观后感”，分享你追我们节目的感受和对段子的感觉。奖金金额、节目周边、优酷月卡、明星亲签等很多的福利都等您来赢。那么，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就是行使你们权益的时候了，拿出你们手中笑发财了意见卡，觉得整场都非常好笑的，就多多的给我们的5星好评。只要是4星以上，我们超过70%，我们就不用去露宿街头了。希望各位公平，觉得我们好笑，就4星以上帮我们投票，好不好？谢谢各位啦！谢谢各位。今天第一天录制还是很满意的，这是一个不比赛的场，演员第一次上台也没有那么的紧张，大家还是都发挥出了自己在线下稳定的水平。我感觉今天演员在那个舞台上那种控场力，面对观众的那种松弛，都超出我的预期，其实真挺好的。我今天其实是有惊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很新的话，容易笑话打不中观众，但是现场观众朋友很捧，然后大部分笑点都打中了。我觉得今天肯定也得头彩了，如果不头彩的话，我们后边10期啊，都得露宿街头了。唉，要是一会儿投票结果不好，咱真去睡大街了，后面演出可咋办呀？别慌，给你来点踏实感。来，躺这儿，
让你体验一下身体零重力状态。我的肩、背、腰、臀、腿都被稳稳托住，像漂浮在海面上。怎么做到的？这个就是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哎，它很聪明的，能自动适应你的睡姿，精准承托身体的每一处。你越累，它越懂怎么让你放松。真舒服，难怪叫飘着睡，焦虑都飘走。这回可以安心等结果了吧？你自己搁这坐着干啥呢？我等你呢，我寻思心里没底，跟你唠唠。唠呗，唠啥呀？你觉得今儿演咋样呀？还行啊。我平时不那样，劲儿大了。对我劲儿太大了。你劲儿有点大了，但是我觉得还行，是我能接受。我搁那个后面跟张美楠和鸡翅没少夸你，我们仨搁这夸半天，因为那个感觉很对。是真夸我了，咱们播了可能看见。真夸了，真夸了，真夸了。我没有时间夸你，我当时是我理解你，你也给了我很多安慰。我在后面说你像我大姨啊，没事，像你像吗？像你大姨有福。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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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有结果了。我们开一个复盘会，读一下观众评价。这个挺残忍的，因为平时我们演出完以后都是至少也得自己搜吧。哎，对，都是自己搜一搜评论啊，自己高兴、自己恨、自己伤心。但这次我们可能需要当场就是公开处刑啊！有请我们这个鱼头人。哦，优雅。这两下优雅，优雅永不过时。先让我们周老板说，那我先读一个3星的。哦呦，没有晋级压力，大家状态更倾向于线下，这点很好。5位相对而言，第3位更紧张一点。切入的点也可以考虑如何更优化一点，加油！哦，好专业，很细致的观众。鸡翅啊，观众觉得今天你第3个有点紧张，你会紧张吗？会，其实还是紧张啊。但是我在想说，就是表演的时候是最松弛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演出，对吧？嗯，对。那就心里奔着一个就搞砸了就搞砸了呗，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就降低预期嘛。是的，而且你自己都放松了，你这个演出不会差的。其实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种，就是明白。它听起来是很丧的，就是但实际上那样的状态会让你非常的好。万一愿望实现了呢？可怎么办？就是说我就是不好笑啊，怎么着吧？就是不好笑就不好笑，不好笑算了。这个是消极心理学，消极心理学。不是上去之前觉得，哎呀，大家不笑也就算了，上去讲一会儿不好笑，不能就这么算了，怎么能就这么算了？我不服气。哎，这样我随便拿一个差评试试，大家施展自己的积极心理学，好吧？我们从第1句开始，大家看能怎么乐观起来？好好，乐观起来。3星最多了。不错了，3星。没事，我们4川都是3星堆。说出梗的那个包袱点太慢了，这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大老师全责，因为他出梗太快了，显得我们很慢。有道理。你们太恐怖了，攻击现场嘉宾了，开始。关键人写的这句话你怎么说？演员的故事有点无聊。虽然无聊，但是有点啊，这个好。说有点，演员的故事有点，但有点。太乐观了，而且我们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素人，我们还称不上演员这个称号，就骂我一个人呗。你怎么回事？剪掉这个，剪掉。我错了。说好一起积极心理学呢？不是。你马上就不是素人了。我再读一个。嘉宾太优秀了，比想象中的有梗（括号指露丝和大张伟）。没有我和周老板呗。他的意思是说，本身预设你们俩就是最好笑的，就这个意思。我们是想象之外的。你这边内急也好笑，你这边拉臭臭也好笑。谢谢你肯定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
你看有观众特别暖心的，说每次看脱口秀，总感觉台上的演员用自己的负面情绪逗乐大家。希望每一个演员也能像我们听段子时一样快乐。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我这个呀，非常的友善，就是有一位观众说非常好笑，支持感叹号，希望露丝每期都来，哈哈哈。喜欢每位老师哦，很善良，给了5星哦。你看我这个也是5星，对，我这个写的非常满。他首先写的就是很饿很渴，先说了自己。周老板跟大老师的衣服服装好好看，咱俩弱了，然后呢？咱俩这个。然后全场的演员的段子和表演都非常棒。哎呦！这一位，你看看是马天一的。咱不听啊，咱不听。我们想听。我们也想听，除了一个人，别的都想听。但是我又感觉其实在夸他。是夸，你自个儿理解，你自己感受。来，咱们念一下。第一次听天一人很帅。哦，谢谢。但是段子 get 不到，有2个笑发财了，意思得了。好狠呐！确实这事儿有点扎心。露丝，刚才你会觉得他这个本身这个算扎到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说到业务能力不行了。我觉得，因为反正不管是什么演员，包括网红，其实我们都站在一个其实是需要被观众就是去议论的这样一个位置。但如果没有人讨论，就说明你没有被记住。所以我觉得，他觉得你很帅，就他 get 到你的外表，但没有 get 到段子。又说一遍，又骂一遍，至少有一样被 get 到了。对啊，但万一说有演员都没 get 到，更惨。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揣测一下，天一今天你应该演的可能没有那么开心，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现场的演出的效果跟你平时在线下的就完全不一样。对，跟平时线下不太一样。对，你会在台上演着会有一种不对劲儿，没起来，哎，这没响。你是不是在讲你自己演的时候感觉？我今天没用好段子，我也有一套说唱，我跟天一比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出我们周老师上次说唱的视频了。Hey yo all star here on the super show 。周老师主要是以舞蹈来让这个行业。行，那咱们既然所有的这些反馈都知道了，咱们就要到了我们最紧张的宣布结果的时刻了。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呢？首场观众的满意度是多少？84%。可以了，不露宿街头了。知道结果的时候，感觉到观众很温暖，可能观众也知道我们一个素人节目不容易，大家也就是非常热情的给反应。朋友们说我今天劲儿使的有点大，但也有很多观众笑了，就是演员很高兴的一件事，希望下一次就会更好。84%说明大家整体还是满意的嘛。有一些观众评价感觉还是挺中肯的吧，我这个节目还是挺真实的。不比赛确实是氛围比较放松啊，越放松越好。今天这表现不可能露宿街头，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5个人挺好，很完美。因为今天我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获得了一个头彩，对吧？那我们就一起拍一个小视频庆祝一下吧。来吧。我觉得很成功，你看。
庆祝今天首场演出成功，我们神奇的咸鱼当然也有福利送给大家。我们玩一个拍得多赚得多的小游戏，在这个屋子里面，你拍到任何你认为最贵重的东西，把它一键挂到闲鱼上卖掉，卖多少钱都归你，赚多少靠自己，好不好？哎，好，我来。明天进来这是全卖了，选贵的拍，咱把空调卖了。不是长沙冬天这么冷，那空调卖了咱咋过呀？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哎，你们看，神奇的咸鱼真是太聪明了，它拍照竟然可以 AI 实价，能识别出照片里超有含金量的东西。哎，我也没想到这最贵的竟然是摄像机。哎，那咱直接挂咸鱼给他卖了呗。你是真敢卖呀？反正咱有金主咸鱼给咱兜底儿呢，怕啥呀？哎，恭喜你，他们今天晚上首战告捷，所以我们今天不用睡大街了。那可以接着睡了是吧？对，接着睡觉吧。那为什么还要叫我起来呢？那首战告捷的意义在哪儿？这5点多的，再见吧。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欢迎来到我们不好笑就露宿街头。下面要上场这位，全世界都没有谁能比他更幽默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刘洋老师。我讲了10年单口喜剧，我没有受过这种羞辱。如果你会背诵《成王得序》的话，可以免门票。呦，那也不让你背。我讲了快10分钟了，让你装一下子。我媳妇普通人，普通工作，普通收入，什么都挺普通的，但是他爸爸不错。不准那么好笑了啊！我就怕看到后半夜那个火腾一冒，老头走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们说交够数了。我觉得啊，生孩子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个，但肯定没有一个理由是一个人躺在家里床上唉声叹气的说：“哎呀妈呀，我挣这么多钱，怎么花呀？哎呦，生个孩子吧，要不？”我想问一下，你们见对方家长吗？什么意思？都躲着，进人家里都这么进去吧？说了岳父，第一个问题给我出现这样。那么本场的满意度它是什么呢？妈呀！它有%。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首发名单你们是有看了的，我们5个都不在里面耶，凭什么啊？他们5个人比我们厉害在哪里呀？我觉得都这么一般。我不觉得哦。为什么不让我们女性去 fire 去战斗？你也比他战。如果第2期还是没有你，我就不来了。啊？听到没有？放弃。要我，不要打架了，你们都是我的嘉宾 ，peace and love 一点。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强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微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There's memories on the wall, all those pictures I don't wanna know at all, don't wanna know at all.
连你忘了人也换掉了飞。Okay, should I say? When I am in the mouth of broken words, we never say. Fucking amazing rose, before time has gone, I think I know myself. Fucking amazing world. Don't wanna make a call. Don't wanna let those. Don't wanna know at all. No at all. I don't wanna make the call.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开放麦，分享你对节目最真实的看法和意见吧。上微博搜索笑街不打烊营业局，跟选手一起畅聊现场录制趣事。